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，说实话，真的是让我这个从业多年的红娘都觉得既心疼又感动。我们今天要聊的主人公叫小文，是位北京姑娘，在国内是一名空姐，颜值身材都是一级棒的那种。这姑娘啊，在25岁那年，经我介绍认识了台湾的阿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没多久就步入婚姻殿堂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小文刚认识阿伟的时候，属于那种标准的北方大姑娘，身高1.7米，体重健康的55公斤，皮肤白皙，长发飘飘，走在哪儿都是回头率超高的那种。小文性格也特别开朗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特别招人喜欢。当初阿伟来大陆出差，是通过朋友介绍到我这儿来相亲的。见了小文第一面，这小伙子眼睛都直了，我当时就知道这俩有戏。阿伟是台湾高雄人，在台北开了一家科技公司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年收入7位数新台币，住的是台北市内的高级公寓，家庭条件相当优越。小文呢，其实一开始对台湾还真有些偏见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台湾是不是很穷啊？医疗条件会不会很差？我听说台湾经济不行，很多人都想来大陆发展呢。我当时就笑了，跟他解释说，傻丫头，这你可就误会大了。台湾的医疗水平可是相当发达的，全民健保制度在全球都是数1数2的。人家台湾的医院设备先进，医生素质高，特别是在精密手术和癌症治疗方面，那绝对是亚洲一流水平。后来在我的撮合下，小文和阿伟开始了异地恋。阿伟3天2头往北京跑，小文也利用休假时间去台湾玩。交往半年后，阿伟就求婚了，小文欣然答应。我得说，当时小文的父母还挺担心的，毕竟是独生女，要嫁到台湾去，台湾海峡这么远，以后见面不容易。但是看到阿伟对小文的真心，再加上阿伟家条件确实不错，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婚礼办得相当隆重，两边家长都很满意。新婚燕尔的小文辞掉了空姐的工作，开开心心的嫁到了台湾。刚开始的日子啊，那叫一个甜蜜。阿伟工作忙，但对小文百般呵护，周末就带她去垦丁、九份、日月潭这些地方玩。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恩爱照片，羡煞旁人。可好景不长啊，婚后半年，小文开始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起初只是偶尔感到疲惫，后来变成了经常性的头晕、乏力、吃不下饭。阿伟很紧张，立马带他去了台北最好的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小文可能是水土不服，再加上心理适应问题，建议调整饮食和作息。小文照做了，可情况不但没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他开始频繁呕吐，体重直线下降，从健康的55公斤，3个月内就掉到了45公斤。这可把阿伟急坏了，又换了几家大医院，做了更全面的检查。可奇怪的是，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，医生也找不出确切的病因。有医生怀疑可能是自身免疫系统出了问题，建议进一步检查。小文的公婆也很着急，婆婆甚至怀疑是不是小文不习惯台湾的生活，得了抑郁症。她每天变着法子给小文做好吃的，希望能让儿媳妇的胃口好起来。哎，丽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小文经常给我打视频电话诉苦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行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现在连水都留不住，整个人瘦的只剩皮包骨了。我看着视频里的小文，确实被吓了一跳。才半年多不见，那个活力四射的姑娘变得面色蜡黄，两颊凹陷，眼睛无神，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。我赶紧建议她，要不你先回北京吧，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吃些家乡的饭菜，看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小文犹豫了，可阿伟工作走不开，我自己回去怕他担心，而且我公婆对我挺好的，我这样回去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嫌弃他们家？这时候阿伟表现得特别体贴，他对小文说，老婆，你的健康最重要，如果你觉得回北京会好一点，我支持你，实在不行，我辞职陪你回北京也可以。就这样，在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
小文在阿伟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。小文的父母看到女儿瘦成这样，心疼得不得了，立马安排她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。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来小文得的是一种罕见的胃肠道疾病，这种病在初期症状不明显，容易被忽视或误诊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拖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文的父亲当场就怒了，什么破台湾医院，这么严重的病都检查不出来，害得我女儿受这么大罪。阿伟也很自责，对不起，岳父大人，是我没照顾好小文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北京的主治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。这位姓张的专家医生表示，这种病确实很难诊断，即使在我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，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医生，也很可能会漏诊。台湾的医疗水平其实很高，他们的检查方法和设备都很先进，只是小文的这种病实在是太罕见了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家的情绪才平复了一些。小文在北京接受了1个月的治疗，病情有所好转，但还是很虚弱。这时候，阿伟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带小文去台湾的长庚医院治疗。长庚医院是台湾最顶尖的医疗机构之一。阿伟信心满满地对岳父岳母说，那里有亚洲最先进的胃肠道诊疗中心，而且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位在这方面很有建树的陈教授。小文的父母半信半疑，但看到阿伟如此坚定，加上北京这边的治疗效果也不尽如人意，就同意了。他们决定一起去台湾，亲眼看看台湾的医疗水平到底如何。就这样，小文在病情稍微稳定后，和父母一起飞往了台湾。一下飞机，阿伟就安排专车直接将他们送往了长庚医院。医院环境出乎小文父母的意料，宽敞明亮，设备齐全，医护人员专业又亲切。陈教授是个60多岁的老医生，在国际上很有名望。他仔细查看了小文的病历和检查结果，又亲自为小文做了详细检查。这种病叫自身免疫性胃肠病，确实很罕见，全球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。陈教授解释道，它的特点就是早期症状不明显，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。但我们长庚有一套专门针对这类疾病的诊疗方案。在陈教授的安排下，小文接受了一系列高精尖的检查和治疗。台湾医院的服务也让小文父母刮目相看。医护人员不但专业，而且特别有耐心，详细解释每一项检查的目的和注意事项。病房设施齐全，食物可口营养，简直比5星级酒店还舒适。哎呀，看来我们对台湾的医疗水平真是有误解啊！小文的母亲感慨道，这医院比北京的还要好。阿伟谦虚地说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很完善，全民健保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，而且台湾医生的服务意识特别强，他们把病人当成家人来照顾。在长庚医院接受治疗的第1个月，小文的状况明显好转，他不再频繁呕吐，能吃下一些流食了，体重也稳定在了42公斤，虽然还是很瘦，但总算没再往下掉了。陈教授很满意小文的恢复情况，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担忧，小文的营养状况依然很差，免疫系统非常脆弱，如果不能尽快增加营养摄入，可能会引发其他并发症。果然，就在治疗的第2个月，小文突然高烧不退，全身皮肤出现大面积红疹，伴随剧烈瘙痒。医生诊断他是因免疫力低下，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菌，情况危急。小文被立即转入了重症监护室，他的体重再次下降，这次直接跌破40公斤大关，只有可怜的39.5公斤。要知道，对于一个身高1.7米的成年女性来说，这个体重已经严重偏低，属于重度营养不良了。阿伟寸步不离地守在重症监护室外，小文的父母也焦急万分。陈教授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多学科会诊，邀请了皮肤科、免疫科、营养科等多位专家共同讨论小文的治疗方案。小文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，陈教授严肃地对家属说，他的免疫系统几乎已经崩溃，如果感染继续恶化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治疗手段。陈教授建议进行一种被称为免疫重建疗法的高风险治疗。这种疗法在台湾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案例，
但由于风险较高，需要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。阿伟和小文的父母商量后，决定相信陈教授的专业判断，同意了这个治疗方案。治疗过程相当艰难，小文需要承受强烈的药物反应和各种不适。每天，阿伟都会守在他身边，握着他的手，轻声安慰他，给他讲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帮他分散注意力。晚上，当小文终于在药物作用下睡去，阿伟就趴在床边的小桌子上休息，从不回家。老婆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一定要挺过去。每当小文痛苦的想要放弃时，阿伟就这样鼓励他。小文的公婆也轮流来医院照顾她。婆婆每天变着花样在家做好吃的，用保温盒带到医院，希望能唤醒儿媳的食欲。小文啊，你看这是阿姨特意做的虱目鱼粥，可鲜了，你尝一口好不好？婆婆总是这样哄着小文吃东西。治疗持续了3个星期，小文的皮肤感染终于得到了控制，但她的体重已经降到了骇人的38公斤，整个人瘦的就像一具骷髅，让人看了心疼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陈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。我们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小文的营养状况和提高她的免疫力。为此，我建议进行短期强化营养治疗。这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营养导管。所谓短期强化营养治疗，就是通过一根细管直接将高营养液体输送到病人的小肠，绕过受损的胃部，让身体能够直接吸收营养。这种方法在台湾已经成熟应用多年，成功率很高。但操作这种导管需要非常精细的技术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感染或组织损伤。陈教授决定亲自为小文实施这项手术。手术很顺利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营养恢复过程。小文每天通过导管接受精确配比的营养液，同时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，逐渐尝试少量进食。阿伟每天都会鼓励小文：“老婆，你看你今天又多吃了一口粥，太棒了！再过一阵子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夜市吃小吃了。”小文虚弱的笑笑，我现在只想吃个馒头，就觉得是天大的奢望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阿伟坚定地说。在台湾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料下，小文的状况逐渐好转。1个月后，她的体重终于开始回升，从最低的38公斤慢慢上升到了40公斤。虽然还是很瘦，但对小文和家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了。陈教授很满意小文的恢复情况，但他同时也提醒阿伟，小文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，他的免疫系统需要长期调理，可能至少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健康。阿伟认真的点点头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，花多少钱，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下去。小文在医院住了整整3个月，终于在体重稳定在42公斤，各项指标逐渐正常后，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回家那天，阿伟特意打扫了整个屋子，买了小文最喜欢的鲜花装饰房间，还在床头放了一张他们的结婚照。老婆，欢迎回家。阿伟温柔地抱着小文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床上。小文看着熟悉的家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这3个多月，真的谢谢你。阿伟摇摇头，傻瓜，说什么谢谢，我们是夫妻呀。出院后，小文需要定期回医院复查，同时在家进行康复训练。阿伟特意请了长假，全身心地照顾她。他每天按时给小文准备药物，监督她按时吃饭，帮她做康复运动，甚至学会了做一些适合病人的营养餐。小文的公婆也是轮流来帮忙，婆婆每天变着法子做各种营养丰富又容易消化的台湾特色小吃，希望能让儿媳多吃一点。小文啊，今天阿姨特地做了虱目鱼粥，加了一点姜丝，特别有营养的。婆婆端着热腾腾的粥走进卧室，满脸慈爱。小文勉强支起身子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谢谢妈，您太辛苦了。一碗粥对现在的小文来说，简直是一场巨大的挑战。她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着，生怕吃多了又会引发呕吐。阿伟坐在一旁，眼中满是心疼，但脸上却强装轻松，不时逗她开心。老婆，你看你今天吃了大半碗呢，比昨天多吃了好多。阿伟夸张地比划着，
再这样坚持下去，你很快就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活蹦乱跳的空姐了。小文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暗淡。阿伟，我怕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，胡说什么呢？阿伟立刻打断他，陈教授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按时吃药，好好调养，1-2年内就能完全康复。你可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孩。就这样，在阿伟和公婆的精心照顾下，小文的情况慢慢有所好转。她开始能够吃下稍微多一点的食物，体重也缓慢但稳定地增加着，从42公斤到43公斤，再到44公斤。虽然恢复得很慢，但总算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陈教授对小文的恢复情况很满意，小文的免疫指标正在逐步好转，胃肠功能也在慢慢恢复。关键是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。为了让小文开心，阿伟经常在他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，带他出去走走。他们去淡水老街吃小吃，去阳明山看花，去西门町逛。阿伟总是推着轮椅，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虚弱的妻子，生怕他有半点不舒服。阿伟，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一次外出回来，小文突然问道。阿伟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怎么会呢？能照顾你，我很幸福啊。小文摇摇头，可是你为了照顾我，公司都快不行了。原来，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小文，阿伟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经营他的公司了。虽然有合伙人帮忙打理，但毕竟缺少了主心骨，公司业绩直线下滑，已经开始出现亏损。公司算什么？阿伟坚定地说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别说一个公司，就是10个公司，我也不在乎。听到这话，小文哭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我生病，你也不会。阿伟轻轻抱住他，傻瓜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没人想生病的。再说了，比起公司，你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天晚上，小文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她想起了自己嫁到台湾前的美好生活，想起了自己曾经健康活泼的样子，又看看现在的自己，瘦骨嶙峋，连最简单的家务都做不了，只能每天靠药物维持，成了家里的负担。小文做了一个决定，第二天一早，趁阿伟去公司处理紧急事务，小文偷偷给我打了电话。丽姐，我想回北京。电话那头，小文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啊，为什么突然要回北京？你现在的情况适合长途旅行吗？我很惊讶。小文叹了口气，我不想拖累阿伟了，你不知道，他为了照顾我，公司都快倒闭了，家里的积蓄也花了大半，我在这里只是个累赘。我立刻反对，胡说八道。阿伟那么爱你，怎么会嫌你是累赘？再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万一在飞机上有什么闪失怎么办？我已经决定了。小文固执地说，我想趁阿伟不在家，自己偷偷回北京，回去后我会给他发信息，说明一切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看他态度坚决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答应帮他订机票。但我暗自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告诉阿伟这件事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联系了阿伟，把小文的计划告诉了他。阿伟听完，立马从公司赶回了家。当他冲进家门时，正好看到小文正艰难地收拾行李，整个人虚弱的随时可能倒下。你在干什么？阿伟声音有些颤抖。小文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衣服掉在了地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阿伟快步上前，一把抱住了他。傻瓜，你想去哪里？小文再也忍不住，泪如雨下。阿伟，我不想拖累你了，我看到你为了照顾我，整个人都憔悴了，公司也快不行了，我回北京去，你就能专心工作了。你以为你走了，我就能安心工作了吗？阿伟的声音异常坚定。如果你走了，我每天都会担心你，根本无法专心工作。老婆，我们是夫妻啊，同甘共苦，不是说说而已的。阿伟紧紧抱住小文，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你知道吗？当初在医院，我最害怕的不是花钱，不是公司倒闭，而是害怕失去你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。这一刻，小文终于明白了阿伟对她的爱有多深。她靠在丈夫的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拖累你，傻瓜，你永远都不会拖累我。阿伟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就这样，小文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，决定继续留在台湾接受治疗。
而阿伟也慢慢调整了工作方式，不再整天守在家里，而是白天去公司处理事务，晚上再回来照顾小文。在他不在家的时候，公婆会来帮忙照看儿媳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文的病情持续好转，体重从44公斤增加到了45公斤，又慢慢恢复到了46公斤。他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半年后的一天，陈教授在例行复查后，高兴地告诉小文：“恭喜你，目前所有指标都趋于正常，你的胃肠功能已经恢复了80%以上，免疫系统也基本稳定，你已经进入康复期了。”这个好消息让全家人都欣喜若狂，阿伟当场就哭了，他紧紧抱住小文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小文的公婆也喜极而泣，连连称赞医生的医术高超。不过，陈教授话锋一转，虽然病情已经稳定，但还需要继续药物维持疗法至少半年，以防复发。同时，饮食和作息也要继续保持规律，不能大意。阿伟郑重地点点头。陈教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监督他按时吃药，规律作息。回家的路上，阿伟突然提议：“老婆，我们去庆祝一下吧，去你最喜欢的那家餐厅。”小文有些迟疑，可是医生说别担心。阿伟笑着说：“我已经和餐厅沟通过了，让他们准备了适合你的清淡餐点。”那天，阿伟带着小文去了台北101大楼上的一家高级餐厅。餐厅经理得知小文的情况后，特意安排了一个僻静的位置，还让厨师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定制了一套营养均衡又容易消化的套餐。晚餐很完美，小文难得的吃得很开心。饭后，阿伟带他去了101观景台，俯瞰整个台北夜景。老婆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？阿伟轻声问道。小文点点头，当然记得，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你带我来台北玩，说要让我看看台北最美的夜景，那时候你多健康啊，走路生风的。阿伟笑着回忆。小文有些黯然，现在不行了，走几步就喘。阿伟轻轻握住他的手，但你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，我们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你会恢复到从前的样子的。小文靠在阿伟肩膀上，看着远处璀璨的灯火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是啊，只要有阿伟在身边，他一定能够重新变回那个活力四射的小文。又过了2个月，小文的体重终于突破了50公斤大关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。他开始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，甚至偶尔还能下厨给阿伟做一顿简单的晚餐。老婆，你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。阿伟大口吃着小文做的红烧肉，赞不绝口。小文笑得很开心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专门看了台湾和大陆的烹饪视频学的，2种风格结合，肯定更美味。看着小文脸上久违的笑容，阿伟感觉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他的公司也在这段时间里慢慢走上正轨，虽然规模比以前小了一些，但经营状况稳定，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。就在小文生病1年零3个月后的一天，阿伟下班回家，发现家里异常安静。老婆，你在哪儿？阿伟有些紧张地喊道。没有回应，他急忙冲进卧室，发现床上空空如也。正当他准备打电话报警时，卫生间的门突然打开了。你回来了。小文擦着头发走了出来。阿伟松了一口气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话还没说完。他突然愣住了，眼前的小文穿着一条连衣裙，虽然还是有些宽松，但身材明显比之前丰满了许多。最让他惊讶的是，小文的脸上洋溢着健康的红润，眼睛也恢复了从前的神采。老婆，你怎么突然？阿伟结结巴巴的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小文调皮的转了个圈，好看吗？这是我今天去商场买的新裙子。陈教授今天复查说，我的体重已经达到53公斤了。太棒了！阿伟激动地抱起小文转了个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恢复的。小文害羞地笑了，别转了，别转了，我还是有点虚弱的。阿伟连忙把他放下来，却依然兴奋不已。今天必须庆祝一下，我来做饭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，你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小文幸福地说。这天晚上，阿伟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席间，他突然提出一个想法：老婆，我想带你去垦丁度假，你身体允许吗？小文惊喜地问：真的吗？
可以去海边吗？当然可以。阿伟笑着说，我已经和陈教授确认过了，他说只要不剧烈运动，适当放松是有益于康复的。就这样，在小文生病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，他们去了美丽的垦丁，温暖的阳光、柔软的沙滩、清新的海风都让小文感到无比放。在沙滩上，阿伟偷偷拍下了小文望着大海出神的侧脸。虽然他还是比从前瘦，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力已经完全回来了。晚上回到酒店，阿伟把一天拍的照片给小文看，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，再想想生病最严重时的样子，小文不禁感慨万千，真的很难相信，我居然从那种状态中恢复过来了。阿伟轻轻抱住他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够坚强。小文摇摇头，不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如果没有你的鼓励和照顾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傻瓜，这就是夫妻啊。阿伟深情地说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趁着夜色，阿伟带着小文去了海边散步，月光下的海面波光粼粼，微风轻拂，气氛格外浪漫。老婆，其实我有件事一直想对你说。阿伟突然正色道，你生病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有个心愿。小文好奇地看着他，什么心愿？阿伟深吸一口气，我希望等你完全康复后，我们能有一个孩子。小文愣住了，孩子？可是医生说我的身体我知道。阿伟连忙解释，所以我说的是等你完全康复后。陈教授说了，只要你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，保持2年以上不复发，就可以考虑要孩子了。小文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可是万一我的身体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呢？万一我们一直不能有孩子呢？那我们就一直做丁克夫妻呗。阿伟笑着说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。再说了，不是还可以领养吗？听到这话，小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扑进阿伟怀里大哭起来。阿伟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阿伟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傻瓜，说什么谢谢？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垦丁之旅结束后，小文的恢复之路越来越顺利，他的体重稳步上升，半年后达到了57公斤。虽然还比生病前的55公斤多了2公斤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个小肚腩反而成了战胜病魔的骄傲证明。我是丽姐，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